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。我们今天造访纵贯铁路海线五堡，行程结束之后，今天晚上要住白沙屯。我后面的古厝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泰山客栈，这边有3间房间，不过今天只有我们入住，所以算是变相的包栋，可以独享客厅。 现在刚刚4点过后，那我就利用在傍晚前来爬一座小山——白沙屯山，海拔只有41公尺而已。白沙屯山那边有一处历史建筑，顺便过去看一下。那待会回程再跟我老婆会合，去造访著名的白沙屯拱天宫，去妈祖庙拜拜，然后傍晚就到白沙屯沙滩观看夕阳。 不过今天云层蛮厚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夕阳可赏。我现在就从民宿出发，泰山客栈，这里是雅房，我们住的那栋是套房。从这边取左行。 先走往白沙屯老街，右前方不远处就是老街的入口。这是白沙屯老街，内黄堂，这应该是骆姓人家。 前面这栋古厝是白沙屯网络电视台，更前面是骆家百年古厝。内黄堂，骆家百年古厝。 老街不长，前面走出去就是海线铁路的平交道了。东龙宫就在对面，白沙屯东龙宫，主祀关圣帝君。面对东龙宫的左侧。 那里有指标，东龙宫饭店山公园。饭店山就是白沙屯山，往观景平台，很快就爬上来了。这边有步道。 左右两边都有出入口，可以走一圈环状步道。我就左去右回好了。这是高架的木栈道，到这里有岔路。 这边有一座观景平台，观景平台这里有一条木栈道，不过步道已经毁损了。我就从这一处休憩平台这边继续往上走。哦，看到了，历史建筑。 大井阙氏纪念碑，哇，好像没有入口哎。这边有一条步道，不过看来有点荒芜。
白沙屯山可能在那一边，待会再去看看。近卫步兵第1联队副官，陆军大尉，从6尉勋6等，大井阙氏之陵。明治28年8月16日逝去。这座纪念碑是大正10年7月10日建碑，后来在昭和16年4月13日改建，现在是历史建筑。这座纪念碑见证了1895年明治28年乙未战争的历史。以前我在旅行的时候，遇到这样子的日本时代的纪念碑，难免有时候都会引起一些批评。他们会批评说，这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立的纪念碑，为什么要去保存它？应该把它们敲掉、毁损掉，这是被殖民的耻辱。甚至有人会批评我，是不是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？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，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心情。我今天就举个例，跟你说明一下。在我们的忠烈祠里面，祭祀了许多革命先烈。其中就有一些是在剿匪时期的烈士。所谓剿匪时期，就是国共内战时期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年这些人在剿匪的时候，英勇的牺牲，或许他的部队或是政府会在他殉职的地方立了一块纪念碑。不过10几年之后，他当初所剿的匪，后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会怎么看待那样的纪念碑呢？比较理性的人会说，这座纪念碑就是反映了国共内战的历史沧桑，我们就留着它作为历史的见证。那有一些比较偏向小粉红的人，他会认为这样的纪念碑是在纪念反革命分子，他们是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鹰犬，杀害了我们人民解放军。基于大是大非，这样的纪念碑当然应该把它毁坏。你是一个理性的人，还是你是小粉红呢？你是把这一块纪念碑当作是历史沧桑，还是历史恩怨呢？这样的一座纪念碑，就是单纯的我们保存它，纪念乙未战争，纪念历史沧桑而已。而我曾经说过，历史沧桑是不分彼此的。今天小粉红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在乎自己的沧桑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沧桑。白沙屯本地人就称这里是饭店山。那我就从这边下行好了，路况看起来比较不好。哎，这里有小径，有登山条，莫非白沙屯山就在这里？可是我现在穿短裤哎。啊，算了。白沙屯山，再见。这边路况比较不好，那我就循原路下山好了。至少我今天有顺利造访到大井阙氏纪念碑。下来了，那边的步道已经封闭了。
回到我们住宿的民宿了。回来民宿休息了一下，现在下午5点20分，再出发。下午5点多，接近傍晚，海风清凉，这样就很有度假的感觉了。我们抵达拱天宫了。拱天宫的拜亭已经完工了。我们现在继续走往白沙屯沙滩，前面是拱天宫香客大楼，这是香客大楼，前面马路再过去就是白沙屯沙滩，白沙墩是白沙屯的旧名。白沙屯沙滩，今天云层很厚，可能看不到太阳沉落大海的画面了。这里是白沙屯沙滩。早期因为东北季风吹袭，让这边的沙石堆积成墩，所以被称为白沙墩。后来就成为白沙屯地名的由来。进香体验步道，前面170公尺。我们抵达白沙屯渔港。这是一座淤积严重的渔港，所以现在停泊不了什么大船。这一段海堤步道是进香体验步道，让游客体验一下妈祖进香文化。这条进香体验步道，我上次走过。那时候是从白沙屯车站出发，徒步旅行到通霄火车站。哦，夕阳出现了。那我们就坐在这边欣赏夕阳。我们今天晚上住白沙屯，所以没什么时间的压力，就坐在这边看夕阳落入大海。可能看不清楚吧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把握当下。那我们今天的白沙屯傍晚散步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火红的夕阳出现了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白沙屯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